这有一个换钱的地方啊，看一看。最近这个现金不太够了，嚯，这边汇率低，这才换400令吉，在这个之前在哪里来着？在亚币和马六甲能换到440吧，这比较低。现在还在这个车站这里，正是下班点儿。这会儿呢，多少有点饿，看看是不是就在这个车站这儿吃。来到新山的第一餐，过去看一看。行了，盛了一盘子，感觉这边的物价和马六甲、吉隆坡什么的差不多吧。现在呢，先把这个账结了，一会儿尝一尝。行了，上来了，12令吉，价格还是挺便宜的啊。这个新山这块儿估计物价至少比这个新加坡那边便宜1倍。这一堆估计如果要是在新加坡的话，得25令吉吧。行，先把饭吃了吧。行了，饭吃完了，这会儿啊不着急去住的地方，因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，就是位于新山的最南部，这块呢离新加坡非常近，一会儿呢可以在周边稍微转一转。行，现在呢先离开中心车站，一会儿呢往南走，争取走到边境那一块儿。这里好像就是这个去新加坡的这个海关，从这里过关，然后不知道是有车啊还是什么的，有一个新柔长堤，这个距离也不是特别远，也就1公里，走着都能过去。但是我估计大部分人还是坐车过去，因为要去这个新加坡比较核心的区域了。总之啊，这个新山是离新加坡非常近，估计这边也有一些这个新加坡人，他们来马来西亚这边购物，这边的物价跟新加坡一比便宜太多了，因此我估计应该是也有不少新加坡人。这会儿应该是一天最忙的时候，很多的马来西亚人回国了，这个一点也不夸张，就是回国了，从这个新加坡回到马来西亚了。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应该是离这个，我不知道是河边啊还是海边啊，我更倾向于管它叫一条河，只有大概不到1公里那么宽吧。我先走一走看一看，这边还有火车站啊，应该是这个整个的欧亚大陆啊最南端的火车站。因为这个新加坡呢，它是一个岛，和欧亚大陆并不连接，只有靠这个新柔长堤连接着啊，没有陆路连接的位置。因此呢，新山啊就是整个欧亚大陆最南端的城市了。这个火车站呢，应该也是这个欧亚大陆啊最靠南的火车站。现在往这个，我还是更倾向于管它叫河边啊，往这个河边方向走吧，去看一看新加坡。现在还不到6点。
行了，现在在这个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边境这里，这有条路啊，叫做新柔长堤。我感觉这个距离啊，刚才可能说的有点多。刚才我说这条道可能有1公里长，我感觉绝对没有1公里，也就多远？400米，多说还是400米，可能连400米都不到。总之啊，没多远。现在可以明显的看得出来啊，那边新加坡嘛，就是去新加坡的这个车流量，明显要少于从这个新加坡那边回来的这个车流量。很多车啊都堵在这个回来的这个关口这里了，大概得堵了200米左右吧。总之啊，这个点肯定是去新加坡的人少，回来的多。早上肯定是另外一种景象了，估计看着挺有意思。那边就是新加坡，一河之隔，2个物价，2个国家。这边是富力的吗？写着富力，也许是富力的项目。一会儿呢，就在这个所谓的边境的区域啊，稍微的走一走，看一看，然后再去住的地方啊。因为今天说实话，到这个新山的时间比较晚，可能吧，晚上会出来走一走。总之啊，这个在新山待的时间不长，能多走一些就走一些吧。也许以后还会再过来啊，因为这边离新加坡比较近嘛。现在中国人去新加坡也不需要签证，好像就是上网填个表格什么的，也可以从这儿坐车去这个新加坡那里。行，一会儿周围转一转。刚才我看到这边的广告，6分钟到新加坡。从马来西亚这边建了一条地铁线，连接马来西亚和新加坡。可能过段时间吧，这个地铁就开了，好像建了一半了。其实没多远，换中国的话，有个2、3天，差不多就建成了。因为这距离确实太近了。现在已经到了河边了，一会儿到河边看一看，看看夕阳。感觉到了这个新山之后啊，这边的天气好像比这个马六甲那一块啊要好一些。马六甲那一块最近总下雨，可能新山这一块晴天比较多吧。行，现在去这个河边看一看，这块景色还不错啊。现在是6点20，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。这块夕阳还挺漂亮，不想走了，可能从这儿待到7点来钟吧，天黑了，然后去住的地方。这边的房地产项目应该是富力的，是中国的这个富力吗？我感觉应该是。现在感觉车也少了，特别是从马来西亚去新加坡那边，明显少了很多。那边是新加坡的发电厂啊，还是什么的，都建在这个靠近新山的位置。行，一会儿就在这儿稍微的观赏一下夕阳，然后7点来钟去住的地方。反正现在也不着急，另外行李有点沉，也不想去太远的地方，就先在附近稍微转转得了。
果然啊，这个点儿现在从新加坡回来的车少多了啊。总体来说还是回来的多，然后去新加坡那边的更少一些，但是跟6点钟之前比，现在少太多了，差不多都回到马来西亚这边了。新山这边这楼卖的一般啊，感觉入住率应该不高啊，可能都卖出去了。但是呢，就是搬到这里住的人啊并不多，可能就是为了投资用。什么时候地铁建成了，或者有一些这个新的政策吸引到一些中国的富豪啊，有可能这边啊差不多就住满了。行了，一会儿呢就去住的地方办理入住，晚上也就别出来了，多少有点累了。行，今天就先拍到这儿。